我们年轻的时候啊，看香港警匪片廉政公署查贪腐警察，这警察啊慌了，直接把左轮这么一亮，大家都是吃皇家饭的，何必要赶尽杀绝，放我一马。现在美国年轻人还愿意吃皇家饭吗？今天啊，咱就对比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美西时间的7月31号，在7月26号，中国的安徽日报登了个文章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它的题目是说985啊不如110。他说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现在中国的年轻人，他们在报考院校的时候，经常报考一些所谓的官校。这个文章还点出来了5大官校，排名第一个叫北京电子科技学院，排名第二呢叫国际关系学院，第三是外交学院，第四呢是上海海关一个学校，第五个叫消防什么学校。这个学校有啥好处呢？那就是定向培养，如果你顺利毕业，大概率呢会能够进入一些比较好的部门，比如说外交部啊，还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单位呀，咱就不能跟你说太细了。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呀？这个录取分数已经超过了传统的985、211的名校了。于是呢，很多人就讲，这年轻人怎么了？怎么就这么愿意吃公家饭呢？就不想着自己创个业，或者说改变一下世界吗？我觉得呀，这是很正常。因为什么呢？任何一个时期啊，人们都得要务实考量一下。你觉得他们是放着大钱不赚呢，还是说非要吃那个皇家饭呢？在这儿呢，我想跟您说一下美国是个什么情况。美国每年有一个统计叫全国大学与雇主协会，它会发布美国的年轻人他们毕业后想干什么，真正想吃官饭的人比例，你猜有多少？咱们先看一下数据，2025年统计，美国名校的大学生毕业70%是进入企业赚钱，而且这企业呢又分为几项，排名第一的是金融，这就占了20%了。另外的20%几是科技大厂，什么谷歌呀，什么亚马逊呐，这些码农啊。再就是一些管理科技医疗企业做服务业，这个就已经占到70%了。剩下有15%是什么呢？继续深造，要么去搞科研，他得搞钱呢，短期没兴趣，也许是为了考到硕士博士再搞钱。总之啊，进教育和继续深造的有15%。第三个是10%左右的，他们直接创业了。也就是说，尤其硅谷和斯坦福大学、伯克利的这些学生，他本科书了以后，也许啊，他不想给别人打工，直接家里出点钱啊，自己在车库里鼓捣，也许就模仿那个什么 Facebook 这些啊，他也想做这样的创业老板梦。好，那就是第四个，进入政府机构和 NGO 系统的有多少人呢？只有3%到5%。你看，这就是总体的比例，几乎是7:15比10比5。最后啊，咱们说一下，那美国的年轻人他也是人呐，他为啥不去吃这个官饭皇粮呢？实际上有3大原因，我挨个跟你说。其中第一个就是收入差的太大了，这些人也会考虑，如果我进科技大厂或者进这个医疗系统，他们的本科起薪呢在8到15万美金之间，你要是学计算机的可能还更高，医疗更高。你看年薪10万啊，这是第一年，5年以后可能更高。但你知道这个联邦、州、县这些政府部门招聘薪水多少啊？也就是那么
年薪5万到7万美金，这差一半了。你让你孩子，你愿意吗？因为这些美国孩子呀，他大多数在上学的时候，他有这个助学贷款，他得还。你说你挣这点钱，一个月挣5000块钱，自己出来租房子，再谈个恋爱，再开个房，剩不下什么钱了。所以说呢，他愿意挣的年薪一个月薪1万块钱，你要怎么折腾才能省一半吧？好，除了这个钱呢，第二个原因是，他这个铁饭碗他并不牢靠，因为即使是联邦雇员或者是州的雇员呢，他不是终身制的，他也有一些各种考核啊，各种投诉。更重要的是呢，他的政策无论是左还是右啊，他每4年他轮一遍，他经常有裁员的，裁员以后你又得重新找，所以这铁饭碗呢，它跟泥饭碗差异它并不大。第三个，也是美国的学生非常务实的一点，他们发现这种公务员系统啊，你这一辈子恐怕也没有特别大的出息了。为啥呢？稳定有余，挑战性不足。因为非常多的实权部门啊，你是无法晋升的，你必须得经过一道坎儿，这个坎儿叫做定期票决。啥意思呢？我跟你讲啊，上至总统，什么这个州长、市县长，还有呢县审计长、财务长、县警长检察官、那个法院包括这个学区，所有的这些能容易就是咱们讲的肥的部门啊，你不是靠公务员系统你表现好调过去的，你必须在当地民众得给你投上去，他要不投你再优秀也没有用。所以说这些人发现吃官饭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奔头，倒不如安心直接科技企业搞钱。如果你搞到钱了，也有了社会名气了，或者说你也积累了一些资源了，那个时候你再去吃这个官饭，反而呢更容易能成功。你看这个里根演电影的，而且还只是一个2、3流演员，不是什么巨星，最后不是人也当上总统了吗？而且声誉还不错嘛。更别说现在这老川了，他都破产了6次了，只要他能忽悠，你看这总统人都当2回了，这个就是美国它的国情所在。如果你对这件事有自己的观点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共同探讨。明天再会。另外，最后我问你一下，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吃官饭吗？好，咱们下次再会。